一名年轻女子在公寓里被害，案发现场到处都是线索，但寻找凶手的过程却异常艰难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最关键的线索竟是一滩不起眼的雨水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海滨公寓谋杀案。杰克逊威尔海滩位于杰克逊威尔东部，是佛罗里达州杜瓦尔县的一个海滨小镇。这里气候温暖，安静祥和，可以看到阳光沙滩的海滨社区是这里的特色。25岁的科里·帕克来自罗切斯特，他是杰克逊威尔大学的学生，同时还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。他活泼开朗，非常外向。来到这里以后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。帕克喜欢参加派对，并经常成为派对的焦点，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他。帕克非常喜欢这里阳光明媚的海滩美景，这里的冬天远比他的家乡罗切斯特要暖和得多，因此他在杰克逊威尔海滩租了一间距离海滩仅1个街区的公寓。他终于实现了住在海边的梦想。1998年11月27日是感恩节后的第一天，帕克本该在10点去餐厅上班，但他没有出现。餐厅的同事打电话给他，也没有人接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餐厅的厨师杰克一直很关心帕克，他有些担心，于是来到帕克的公寓看看。杰克看到帕克的车就停在停车场，但公寓的门是关着的，敲门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杰克注意到厨房的窗户开着，他来到窗户边，并从窗户向屋内看去。他看到了帕克的腿，而且腿上有干涸的血迹。杰克立刻报了警。安德鲁·拉文德是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员，很快他确认帕克已经死亡。案发现场的情况可以用惨烈来形容，这让拉文德感到震惊，因为杰克逊威尔海滩向来治安很好，很少发生凶杀案。这是拉文德从警8年以来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凶案现场。狭小的公寓内到处都是血迹，床单几乎被染红。帕克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，双腿微微分开，身上没有任何衣物。从尸体的姿势来看，凶手具有性目的，但受害者并没有受到侵犯。帕克的身上有上百处的利器刺伤，致命伤是脖子上的2处贯穿伤。死亡时间约为11月26日凌晨1点到5点。凶器应该是一把9到10厘米左右的单刃利器，但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。警方在现场提取了数百个 DNA 样本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指纹、毛发和散落的物品。可以说，凶案现场到处都是证据。不过这里是出租公寓，而且帕克在这里只住了不到半年，所以并非所有东西都与案件有关。然而其中的3样东西应该是嫌犯留下的。首先是床边地面上的一个镀金打火机，由于帕克不抽烟，所以这个打火机很可能是凶手匆忙间留下的。其次是帕克手上的一缕头发，其他地方的毛发暂时不能确定是否与凶手有关，但受害者手上的头发则很有可能是与凶手搏斗时抓下来的。还有就是窗台上的血迹，即使凶手非常疯狂，但怎么也不会弄到窗台上，所以这里的血迹有可能是凶手在行凶时弄伤了自己，然后又从窗户离开时弄到的。当然，血迹也可能属于帕克自己，不过对于调查人员来说，他们希望是前者。接着，警方对帕克的邻居挨家挨户地进行了走访，虽然没有获得有效线索，但警方的工作没有白费。有几个邻居说，最近社区里出现了一个偷窥者，他好几次通过窗户向公寓内偷看，特别是单身女性独居的公寓。因为在约克逊威尔海滩，即使在冬季也很温暖，很多人喜欢将窗户打开。警方认为这个偷窥者可能与帕克的案子有关。另外，由于现场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，那凶手要么是从打开的门窗进入公寓，要么和受害人认识。因此，警方一方面对现场提取的证物进行检测，另一方面从帕克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，他们包括帕克的家人、同学、同事和朋友。帕克的朋友很多，
他们都为失去帕克感到难过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在案发1天后就拿到了法医的验尸报告。帕克一共被刺了101次，其中的54次是在死亡后被刺的。受害者的手臂上有防御伤，凶手属于情绪犯罪，但这并不能缩小嫌疑人的范围。警方继续对与帕克有关的人员进行调查，他们还对接受询问的人提取了 DNA 样本，人数超过30人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。由于案发前1天就是感恩节，人们都在为节日做准备，或是离开杰克逊威尔去别的地方过节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但也有例外。蒂芙尼·史密斯是帕克的好友，他告诉警方11月25日星期三，也就是案发前2天的晚上，他和帕克以及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吃了晚饭，吃完饭后还去了酒吧。由于第2天是感恩节，所以其他朋友在不久后就陆续离开了酒吧，只有他和帕克一直玩到了晚上1点多才离开。当时帕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，两人是分别开着自己的车回家的。他们本来相约第2天继续在酒吧见面，但帕克没有来。不过蒂芙尼并不觉得奇怪，因为帕克可能有别的事，他最近正在处理和前男友的关系。帕克的前男友名叫杰瑞，说是前男友，其实他们是最近才分手的。但杰瑞还是在周3的晚上来找帕克，并祝他感恩节快乐。蒂芙尼知道帕克已经有了新男友，一个叫大卫的人。看得出帕克很喜欢大卫，他长得很帅。蒂芙尼还说，在案发当晚1点多钟，他和帕克通过电话，当时帕克正准备睡觉。但是当警方查看他和帕克的电话记录时，发现蒂芙尼说谎了，他当晚根本没有和帕克通过电话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警方在同时认识蒂芙尼和帕克的朋友那里了解到，蒂芙尼可能对帕克感兴趣，而且他还向其他人描述了案发现场的一些警方没有公布过的细节，这让警方有理由怀疑蒂芙尼和凶案有关。于是警方再次对蒂芙尼进行了审问。蒂芙尼承认他确实喜欢帕克，但坚决否认了罪行。接着警方要求提取他的 DNA 样本，但蒂芙尼拒绝了。虽然在法律上拒绝提供 DNA 是合法的，但这等同于增加了自己的嫌疑。蒂芙尼哭着告诉警方，他绝不会做伤害帕克的事。他之所以知道警方没有公布的细节，是因为他有一位朋友参与了现场的取证工作，他是求那位朋友告诉他的。至于为什么要无中生有说打过电话给帕克，是因为案发当天他去过帕克的公寓，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大约在1点多钟的时候才离开。他想将这个线索告诉警方，但又不希望和案子牵扯上关系，才说了谎。现在拒绝提供 DNA 样本，也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在案发现场留下了 DNA。 由于他之前说过谎，所以警方并不相信他所说的。不久后，法医实验室有了新的进展，他们确认打火机、头发根部毛囊以及窗台血迹的 DNA 属于一名未知男性，并且与已知的所有提供过 DNA 样本的男性均不匹配。这一结果直接证明了蒂芙尼确实不是凶手，因此他的嫌疑被排除。现在有了 DNA 证据，嫌疑人的范围缩小到男性，因此之前蒂芙尼所提到的2位男友进入了警方的视野。他们决定先找这个大卫谈谈，但是大卫在感恩节后就没有再露过面。几天后，警方找到了大卫。这个年轻人来到审讯室后，看起来有些心烦意乱。大卫告诉警方，他虽然认识帕克没多久，但两人的感情很好。他对帕克的遭遇感到心碎。当警方问及他在案发当晚在哪儿时，大卫回答说，他在匹兹堡的父母家中过节，那里距离案发现场超过800公里。很快，大卫的不在场证明被证实。尽管如此，警方还是提取了他的 DNA 样本，力求万无一失。接着，警方还找来了帕克的前男友杰瑞，他承认在案发的前2天在酒吧见过帕克，也和帕克说过话，但仅此而已。
他主动提供了 DNA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很快，大卫和杰瑞的嫌疑均被排除，因为他们的 DNA 都与案发现场未知男性的 DNA 完全不符。要知道，杰克逊威尔是一个旅游小镇，治安良好是吸引旅客的重要条件，这里的人员流动频繁，现在人们都担心自己的隔壁会不会住着一个杀人凶手。警方也因调查工作受阻，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。不过很快他们找到了一条新的线索，那就是帕克的电话记录中有一个号码出现的次数有点多，而且大都是没有接听的状态，这让警方觉得可疑。他们查到了这个电话号码属于一个叫埃里克的人，埃里克当时27岁，他和帕克在同一家餐厅做服务生。当警方询问帕克的朋友们是否了解这个埃里克时，他们的回答都很相似，埃里克正在追求帕克。对于帕克这样的阳光女孩来说，这并不奇怪。很多人都知道埃里克曾多次约帕克，但帕克总是婉言拒绝。随后警方对埃里克进行了调查，警方发现埃里克有一些轻微的暴力违法记录，于是他们找到了埃里克，他看起来有些紧张。埃里克告诉警方，他确实对帕克有好感，也多次想约帕克出去玩，但帕克说他从不和同事约会，所以他辞职了，这样就不算是同事了。可是帕克的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，甚至都不愿意接他的电话。埃里克的描述引起了警员的警觉，他们认为帕克甜美的拒绝可能成为埃里克的犯罪动机。接着警员试探地问道，如果你真的实施谋杀，你会怎么做？埃里克说他会跟踪受害者，然后在晚上下手，并且他觉得脖子是最薄弱的地方。这样的回答令警员感到震惊，因为这和帕克被谋杀的细节高度相符，而这些细节警方从未公布过。更重要的是，埃里克没有案发当晚的不在场证明，现在埃里克成为了头号嫌疑人。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能将埃里克与凶案联系起来的直接证据，因此不得不暂时放了他。但警方要求提取他的 DNA， 埃里克同意了。等待比对结果需要一段时间，期间警方从未停止调查，但调查工作进展缓慢。几个月后， DNA 的比对结果又一次令警方感到失望，埃里克不是凶手。此案尽管嫌疑人众多，也不缺少物证，但每一条线索都将警方引向了死胡同。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凶手，甚至连确凿的嫌疑人都没有。焦虑的民众和受害人的家人渴望知道真相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但警方并没有放弃，他们和媒体开始合作，并向公众透露一些细节，希望有人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。而帕克的家人和朋友们也决定出资2万美元作为对提供线索者的奖赏。这些举措使得该案在发生1年多后再次成为人们的话题。天气总是变幻莫测，而案情的变数也是如此。在悬赏公布后，警方确实接到了不少电话，其中有一条信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一位知情者告诉警方，他听到有人在谈论帕克的案子，这些人是当地一家烧烤店的员工，他们提到了一个17岁的同事，名叫罗伯特·丹尼。他在店里做些打杂的工作，在凶案发生后，罗伯特看起来有些异常，并在不久后离开了小镇。警员觉得罗伯特·丹尼这个名字有些耳熟，于是查看了之前的案件档案，发现罗伯特曾和警方交谈过，但当时他并不在嫌疑人名单中，而只是作为帕克的邻居。尽管作为邻居在谋杀案发生后选择离开也并不是很奇怪，但这已经算是值得一查的线索了。警方根据打电话者提供的信息找到了这家烧烤店，便对店里的员工进行了询问。罗伯特的同事告诉警方，案发后罗伯特看起来有些奇怪，他的情绪波动很大，甚至会一个人在角落里哭泣。几周后，罗伯特说他的儿子在家乡伊斯顿出了车祸，急需用钱，店里的同事们还一起给他凑了一些钱。
接着罗伯特就离开了小镇。令人在意的是，罗伯特在凶案发生前曾在闲聊时提到他有个美女邻居，并且他可以在窗外看到房间里的一切。难道这个罗伯特就是社区里的那个偷窥者？接着警方来到罗伯特之前所住的公寓，这里距离帕克的公寓只有几米远，在这里即使不走进窗户也可以看到帕克的房间。警方觉得这一次他们可能找对了方向，他们立刻查看了罗伯特的个人资料，资料里的内容让警方感到振奋。罗伯特确实只有17岁，他的家乡也确实在伊斯顿，但他根本没有儿子，他只有一个在监狱服刑的哥哥。罗伯特的哥哥名叫帕特里克·丹尼，帕特里克在他只有15岁的时候，就在德克萨斯的亨茨威尔杀害了27岁的特蕾莎·拉蒂莫。当时帕特里克是一个报童，在一次送报的过程中，他看到特蕾莎的钱包里有不少钱，于是便下了手。特蕾莎一共被刺了97次，这与帕克的遭遇惊人的相似。帕特里克也是因为不小心割伤了自己，留下了 DNA， 才被警方抓获。这一信息让警方相信罗伯特有可能是模仿犯罪，因此警方决定要找到罗伯特，并从他身上获得 DNA 样本。但现在罗伯特已经回到了马里兰州的伊斯顿，那里距离杰克逊威尔约800公里。警方立刻启程前往伊斯顿，他们很快找到了罗伯特，也对他进行了询问。但当警方要求提取他的 DNA 时，他拒绝了，而且他有哥哥被抓的经验，所以非常小心。他不喝警方提供的饮用水，抽烟后将烟头装进自己的口袋，也拒绝用唾液封信封。之前在乔尼亚公寓谋杀案中提到过，2007年在田纳西州通过了乔尼亚贝瑞法案。该法案规定，对被逮捕和被指控的犯有暴力和性犯罪的嫌疑人强制提取 DNA 样本，并收录在 DNA 数据库里。但帕克的案子发生在1998年，而且乔尼亚贝瑞法案只在几个州被通过，因此警方并不能强制提取罗伯特的 DNA 样本，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罗伯特与凶案有关。但警方知道答案近在眼前，他们开始全天候的监视罗伯特，但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任何收获。罗伯特的谨慎令警方束手无策，直到一场暴风雨在地上留下了水坑。这一天，罗伯特在水坑边抽完烟后，和往常一样将烟头装进了口袋，但他下意识地吐了口唾液，而且唾液刚好落在了水坑里。平时他吐唾液都会用脚踩掉，但这一次他无法这么做。看到这一幕的警员心中激动万分，但又不敢立刻上去提取样本。他们耐心地等待罗伯特走了好一会儿，才如获至宝地来到水坑边收集了唾液。受了好几天的辛苦终于没有白费，他们立即将样本送往实验室。2000年11月28日，也就是在案发整整2年后，警方确认罗伯特的 DNA 与未知男性的 DNA 完全匹配。罗伯特·丹尼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。在审讯室里，罗伯特坚决否认罪行，也否认与帕克有过接触。他一定认为自己非常小心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女友告诉警方，那个金色打火机确实属于罗伯特。在审讯室里，罗伯特声泪俱下，他反复强调他什么也没做过，并要求他的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。即使警方告诉罗伯特他的 DNA 样本与案发现场未知男性的 DNA 相符，罗伯特依然没有松口。他认为警方违反了联邦法律，并且怀疑警方是在栽赃他。而且就在检控方准备起诉罗伯特的过程中，罗伯特的家人还在网上攻击受害者，这让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们感到愤怒。帕克的母亲也鼓起勇气在网上发声，他表示他相信警方找到了真正的凶手，案发现场的3项 DNA 证据不会说谎，罗伯特一定就是罪魁祸首。2005年3月16日，针对罗伯特·丹尼的庭审在佛罗里达州法院进行，检方出具了包括金色打火机、
毛发及皮囊组织和血迹的 DNA 图谱。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罗伯特到过帕克的公寓，这与罗伯特的说法相矛盾。但罗伯特的律师则提出，这些 DNA 样本可能已经被污染。在整个庭审过程中，罗伯特始终否认罪行。2005年5月12日，在长达7周半的庭审结束后，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商议，一致裁定罗伯特·丹尼1级谋杀罪名成立。最终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目前，罗伯特·丹尼仍在佛罗里达惩教中心服刑。